你们找我，是不是为了嫌疑人在我们所自缢身亡的事儿啊？对。但我劝二位一句，我不管你们为什么，别问，也别打听。二哥，二位也不是外人，我就说句实话，这事儿啊，水太深，能别沾就别沾。今天啊，幸亏你们找的是我。我们所里啊，现在人人自危啊，我也不方便说太多，你们也别勉强我，谢谢了。陈所，不好意思，以后有机会我请客赔罪。今天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哎，二哥。 说你办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老陈，我该帮的我都帮了。高原是最有可能知道崔凯死亡真相的人，可人家不愿意说，难道我非逼着人家说呀？我知道，你想帮叔哥，我也想帮他，可老鬼的死跟咱们没关系，咱们该做的做了，该帮的帮了，这事儿啊，到此为止。不行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总不可能把高原也给杀了吧？ 老鬼被杀，很可能跟隧道案有某种关联。苏欣告诉你的？没有。那你凭什么说有关联呀？凭我对舒心的了解，我还了解他的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那你不是抬杠吗？舒心跟老鬼关系再好，也不会放下隧道案不管的。他真那么在意老鬼的死？ 一定是他发现了什么，只是他不愿意说而已。可老鬼死在隧道案之前，那宋世林呢？他是舒心多年对头了吧？你能想到小龙就是宋世林的徒弟吗？玩电脑你是行家，拼记忆力我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但是这是查案，舒心才是局里的 No.1。 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舒心的思维逻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能力还有操守。虽然舒心不说，但咱俩总不能闲着吧？哎，高原真是你特好的朋友，你不废话吗？你想想办法。 让他把真相说出来。你刚才又不是没看见，人家说了，这事水太深了，我总不能把朋友拖下水吧？知道，其实你啊，不是不想帮我，你就是烦舒心老跟宋世林在一块儿。没那事儿啊，我还不了解你。给刘洪波起电视龙绰号了，敢说不是你？老陈啊。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哈，你别造谣。你别造谣，这人身攻击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谁说的啊？舒心，舒心。喂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孙强和你在一块儿吗？在啊。你们俩马上过来。好，明白。行了，这下随你意了。怎么了？没时间理崔凯了。东山那小白脸约舒心见面。 咱们得赶去东山，赶紧走吧。帮我接一下子。他怎么还是不接我电话？宋强，上车吧，弄不好陌生人打，哪有时间接你电话？ 里面的人听着，军
院合议庭审核批准，决定采取强制措施，请你们马上离开，不要采取抗拒行动，否则本院将对行为人采取法律措施。里面的人听着，经本院合议庭审核批准，决定采取强制拆除，请你们马上离开，不要采取抗拒行动，否则本院将以妨害公务罪对行为人采取法律措施。魏师傅，现在外面站的是法官，不是受雇方，咱不能跟法律作对吧？法律就是天理，法律必须公正，不公正的法律就不人道，不人道的法律还执行它呀？可是，你那徒弟已经在合同上签字了。哼，他签他的字，我守我的场。你要害怕，你出去。马哥，这样不行。别嚷嚷，怎么着？他们要能主动出来的话，还用得着咱们申请强制吗？咱得先礼后兵，你知道吗？问题是他们不跟我们讲理。我说的是礼貌的礼。咱们得给足了杜法官面子，让他先说，等他什么时候说烦了、说累了、不想说了，咱们再上，明白吗？我们没有发现徇私枉法的情况出现，但是该派出所值班制度不健全，人员擅离职守情况严重。由于视频监控设施损坏，根本无法监控被拘押人员的举动，这也是导致崔凯自杀身亡的主要因素。刘局，这是当时在所人员所写的情况报告。都采取了什么措施？我们已暂停了派出所长范永林的工作，当时在所人员也已暂停工作，集中等候处理。目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由副所长高原负责。刑警队抓回来的嫌疑人为什么不放到分局，要放在派出所羁押？抓捕组说是副大队长于健让把人送到派出所羁押。我们也询问过于健，于健承认是他所下的命令。说是分局拘押室已无空房，无法保证嫌疑人的安全。我们也核实过分局拘押室的使用情况，确实如他所言。哎，陈科，还没下班呢。一鸣啊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好久没见了。我们刑警还能忙什么？可不敢跟你比，干了这么多年，没休过一天假。哎，陈科，我听说刘局想让交警支队和治安支队合并。没听说呀。哎，你听谁说的？下面都这么传。那合并之后叫什么？交警治安支队，还是治安交警支队？两个同级别部门合并，以谁为主啊？两个支队长，谁领导谁呀？陈科，你可演得跟真的一样。我可听说，这建议是你提的。我？这谁在背后嚼我舌根子呀？一鸣，你刚才说的合并的事儿是真的？千科，我可真服了你了。难怪下面人说，哎，咱要不是认识这么多年，我都被你蒙过去了。说什么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刘局是不是让你们各部门领导每人做一份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是啊，那得了，下面的人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你们后勤科的预案里面说，这样可以提高队伍的反应速度，又能解决警用装备的不足，一举两得。据说刘局很欣赏你们那方案。有这事儿啊？我怎么没听到消息啊？哎，你说刘局很欣赏这个方案？得了吧你！你看你又在这跟我装。小道消息不足为信啊，不足为信。是有这回事儿，不过目前还是在轻易阶段，暂时还顾不上。轻易？怎么个轻易法？轻易，3点水清洁的清，议论的议，轻易。哎呀，你也可以理解为空谈的意思，就是还没有摆到桌面上讨论。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吧？轻易，空谈，可无风不起浪啊！眼下是空谈，早晚也得奔着着实了走吧。不父，合并这事儿，全哥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个人，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喜欢捕风捉影呢？哎，得，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您好，110报警中心，请讲。夫妇，你是不是觉得全哥一直没有回来，那屁股就坐到姓刘的那边去了？我可告诉你，姓刘的跟全哥可不一样，咱们之间没有交情。一旦有事儿，他可不会像全哥一样想着咱们弟兄。哎呀，老杜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不副局长，法院在西郊日化厂那边实行强拆，要求我们派人协助。法院不是有法警吗？让他们自己解决。现场一个姓杜的法官打电话来说工厂的工人阻止强拆，还有暴力倾向，法警那边威慑力不够。让辖区派出所派人看看。是。采取抗拒行动，配合本院工作，否则本院将以妨害公务罪对行为人采取法律措施。来，喝点水，润润嗓子。这帮人简直就是法盲，不可理喻。哎，那是，如果他们要讲道理的话，我们还用申请法院强制吗？没办法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，法律的悲哀。公安局怎么还不来啊？嗨，这事儿你还指望警察帮忙？最多他们让派出所派2人过来看看，纯粹摆设。也是。法院和公安本来就不是一家，法律的定义就是强制力。对，是。马延平和秦小薇从昨天晚上就没有来上班了，打他们电话也没有人接，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们2个人。是吗？董事长，我看您还是亲自找马延平谈谈吧。喂，老陈呀，嗨，你怎么今天用座机打电话呀？我都不想接了。老陆，你别跟我装糊涂。我用公司的电话打给你，就是想提醒你，咱们2人之间是公司的行为，你帮我融资是一桩生意，一桩买卖，不是他妈扯淡。老陈。我不是给你发过去1000万了吗？1000万顶个屁用！我要的是2个亿啊！这不是还有半个月时间吗？
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我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，法院的人已经到了日化厂了。你是不是太心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？我也跟你说过，我急需这笔钱。你怎么着？你把我的话当屁用了是吗？不是，老陈，你总得容我几天，这筹款也需要时间，对不对？告诉你老陆，你别跟我玩虚的，我就给你2天时间。如果我这笔买卖要是黄了的话，你老陆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上帝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张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马，能不能再快些？已经最快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队长，会不会是小天啊？掉头，叫上救护车。亲啊，前面有日化厂啊，到那儿再说吧啊。别跑！
是交所吧？李哥让我在这等你。李哥？哪个李哥？你们支队长李月林。跟我来。哎，家主家，过来，来，老焦来了。对，老焦，昨天晚上你们派出所去查玉婷歌厅了，啊？你知道那个歌厅的老板是谁吗？啊？这歌厅老板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你这儿有人举报玉婷歌厅包间里有人吸食毒品啊？毒品？哎，你们谁在那儿吸食毒品了？没有。李直，啥话都别说。你把人家生意搅了，损失谁赔啊？你赔得起吗？哎，刘同志，您先喝点茶。好，谢谢。吴秘书，今天彭市长的脸色怎么样啊？我是说，座谈会的气氛如何？是融洽呢，还是剑拔弩张？我可不想撞在枪口上。刘同志，听彭市长说，你年轻时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哎，有一回一人独自端着冲锋枪与黑帮对射，真是令人敬佩。这是两回事儿。彭市长这个人呐，你跟他越熟，他对你越严厉。今天这个座谈会，要是跟这些财神爷谈得不愉快，他又不好意思骂人，那我可就惨了。他会劈头盖脸的砸在我的头上。这说明彭市长没有拿你当外人啊！哎呀，吴秘书，你真会说话。这样，刘斌同志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到会议室去看一看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？彤彤，你是没见过魏博，特别好的一个老头。当时小天哭的。小天，你们是不是想通过陆长模来找陈亮？不是，当记者的什么人都敢找，而且我刚采访完陈亮，找他不用通过你。舒宁想找市公安局新来的刘局长。其实我们都认识这位刘局长，但舒宁坚持要先问你。问我？问什么？彤彤，你别介意。那天吃完饭，你坐陆长模的车走了，很不巧，后来我们经过石街，看见你跟刘局长从一个餐馆出来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说，如果没人追究这起强拆致人死亡事件，结果肯定被处理成意外。但追究并不容易，正常途径没戏，因为强拆是法院主导的，法院不会判自己违法。虽然发生了伤亡，但魏博并未遭到殴打围攻，因此派出所不接受我们报案，说没有违法事实，他们不予以立案。我说明白了吗？你希望通过上面让警方调查此事？对。
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就能让刘局长介入此事？彤彤，我是女人，我了解女人的心思。说句不客气话，那天你跟陆长模走了，我觉得很不正常。我跟你说过我和小天的关系，世上没有不吃醋的恋人。正常情况，谁会把男朋友扔给旧情人呢？可你却1分钟没犹豫。也许你没想这么多，只是利用陆长模甩开穆小天儿。但这足以说明你要去见的人很重要。我说的对吗？因此，我判断你跟刘局长关系不一般，这也是我要找你的理由。这些话我跟小天没说过。彤彤，我真心希望你能为小天或者魏博做些什么，当然，这由你自己决定。好了，现在我是一个多余的人了。如果这番话伤到了你的自尊心，我很抱歉。再见。苏宁。喂，刘局，我是舒心，我现在东平乡，彭小平约我见面，啊，就是那个长得像瘾君子的枪贩子。刘局，我有个想法，如果有可能，我想直接按住彭小平。说说你的理由。黑道上也有各种行业和分工，贩枪团伙乱人一般插不进去，暴力团伙可以控制内部，可是控制不了其他团伙。他们买枪也得找枪贩子，只要有交易，就有迹可循。只要有线索，我们就能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。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还有呢，刘局，你是不是担心先动枪贩子会打草惊蛇？以我对黑道的了解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枪贩子不只跟一个人交易，只要谁买他就卖，也不会为对方买枪做什么。我们之前找不到线索，就是因为对方把篱笆扎得很紧。可是，再紧的篱笆，它也得有门，而贩枪团伙正是这扇门。这扇门也是暴力团伙无法控制。你不必说了，我同意你们的行动，不过要非常小心。贩枪团伙不同于其他的犯罪集团，他们往往是一个家族，一旦惊动了他们，他们会拼死的抵抗。所以行动结束后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要马上离开，1分钟都不要留下。明白。如果得手后，人先不要带回局里，你们在郊区找个必经的地方，突审陆口供，手续我给你补办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清楚。我还要强调一句，先保护好自己。如果条件不成熟，宁可放弃，不要冒险。听懂了吗？刘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祖耀安全的给你带回来。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哈哈，好啊，刘兵，跑到我办公室来指挥了啊！董事长，好，坐吧。别看无理事了，坐吧。怎么样？刘局同意我们的方案了。耶！先别高兴太早，彭小平成色到底有多少，咱们还不清楚。舒心，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等。没准现在彭小平就在附近某个窗户后边盯着咱们。
对不起。你瞎折腾什么呢？啊，我这算账呢，没忘记您。啊，来，你再帮我按计算器来。2亿5千万。你记呀，看我干什么？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其实，树宁说的那些，别拿树宁说事，说你想问的。那天你上陆长模的车，我确实有点不高兴。也别绕弯子，你要问的不是陆长模。小天，我从没想要刻意隐瞒你什么。是，我知道。你也从没问过我的过去，包括我的家庭。我说过了，两个人的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只要感情好就可以，跟父母、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。这些话我们说过无数次了，这也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。你这是欣赏我呢，还是讽刺我呢？小天，不觉得这么说话难受吗？直截了当的说吧，树宁猜的没错，我的确跟刘局长非常熟悉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熟。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原因，我想他会这么说吧，我期望他会成为我的父亲、继父。有多少了？个10、100、千、万、10万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说你呀，就不是干这个的料。你那手啊，按计算器，比抠扳机还难。金融危机的阴影远未消退。你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吗？这是市里各个口子申请的拨付款额，包括你们公安局的2000多万。财政收入没有增加，反而还需要减免。中央为了防范经济危机，给实体经济造成伤害，拿出了7.5万亿资金，投资基础设施，还要各地筹集配套资金。可这钱从哪儿来呢？跟你说没有用。不过有件事情与你有关。现在社会上，私人房贷非常常见，月息达到了7、8分，银行正常贷款利率也就是几厘，而那些放贷者，他们获得了10倍乃至数十倍的暴利。银行行长们说，保守的估计，现在地下流通的人民币足以买下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扰乱国家金融秩序。怎么扰乱？这个我不懂经济。也就是说，人体有近1/3的血液在体外循环，国家拿出了大量资金保障人生。有些人搭上了改革开放快车，他们享受到了政策红利、人口红利，可是他们呢，却只顾赚取暴利，不承担社会责任。他们就像在输油管上打眼倒油的窃贼，把本属于全体民众的财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不断发生的群体事件和暴力抗法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房价上涨，工资缩水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你能说这一切和地下黑金的流动没有关系吗？董事长，您说这些，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富人，但是有些富人非但没有带领更多的人走向富裕，反而借危机囤积垄断，强买哄抬物价。他们自我膨胀，奢侈消费，违法乱纪，大搞权钱交易，败坏了党风政风民风，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拜金主义狂潮，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诚信经商、仗义疏财、勤劳节俭、重亲情、讲仁义的东方文化传统美德，都扔进了太平洋里。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亲人牵挂的脸，升起您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喋血汉字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亲人牵挂的脸，升起您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